不是吧？我就熬夜追了个小说，怎么一睁眼跑这儿来了？这场景好眼熟，难道我穿成了刚看小说里的爬床宫女？就那个为衬托暴君残酷出场就领侧班的炮灰？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爬龙床！如何呢？又能怎？这就是小说里那个暴君。啊，等等，你先听我解释。别，你听我说完啊！聒噪！陛下，这尸体怎么处理？剁碎喂狗。我绝对是史上最快下线的穿越者，没有之一。啊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不对，这个视角怎么回事？我变成暴君养的猫了？不要啊！我的身体，我不想当一辈子猫啊！怎么好像听到有人说话？小白，别乱跑。小白，怎么了？我操！这暴君居然有2张脸！刚才杀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个表情啊！这人是精神分裂吧？谁在说话？明明没人，难道是我幻听了？这暴君不会是神经衰弱吧？别看我，别看我！难道我听到的是这只小猫的心声？要说这暴君也挺可怜的，生母早逝，自幼在冷宫长大，老皇帝死了之后被晋王推上皇位，成了个傀儡。暴君说的是我吗？他对朕的过往这么了解，莫非是有什么神通？可惜最后也逃脱不了惨死的命运。什么？陛下，臣妾特意给您炖的参汤，快尝尝。放那儿吧。陛下今晚可要到臣妾宫中，臣妾备好了陛下爱喝的茶。柔妃有心了，不过朕今晚没空。柔妃，原来是给暴君戴绿帽子的那个。绿帽子。那臣妾不打扰陛下了。人家根本不是来送汤的，就是来打探你行踪的。过会儿还要去见心上人呢。什么？柔妃私通？这猫说的是真是假？小白，你说朕伤了柔妃的心，该怎么补偿她呢？人家才不需要你补偿呢，人家快乐着呢。暴君也不去看看，说不定还能撞见柔妃的大红肚兜挂在那狂徒的腰上呢。感谢暴君带我看这么刺激的场面。陛下饶命，臣妾一时糊涂。来人，柔妃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，赐杖毙。这个赐凌迟。不愧是暴君，真狠。这小猫还挺好用，可得好好利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是，上朝你要带着我，这像话吗？陛下身为天子，当以社稷为重。上朝之时，怀抱离奴，成何体统？张爱卿，一只小猫而已，也值得你大动干戈。暴君最讨厌别人管教他，这老登要倒霉喽！此言差矣，陛下年轻，任性一些也无妨。靖王，你如此纵容陛下，其心可诛！明明是你倚老卖老，目无陛下。陛下，臣以为张御史藐视天威，应当处死。臣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陛下若因臣直言便要杀臣，臣死不足惜。陛下，张御史冒犯龙颜，罪该万死。臣这就让人把他拖出去。暴君，你可别听他忽悠，靖王这老狐狸是在捧杀你。皇叔且慢。暴君，你可算不犯傻了。靖王手握军权，野心勃勃，就是他篡了你的位。什么？皇叔日后会谋反？靖王是故意把你往昏君的路上推，朝堂上也就张御史这一个直臣了。他死了，你就更无人可用了。张爱卿直言敢谏，忠君爱国，朕心甚慰。
赏黄金100两，捐帛1000匹。臣不敢，臣只是尽忠职守。爱卿不必推辞，朕向你承诺，今后再不会肆意妄为。咦，暴君居然会听劝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这小皇帝今天怎么不一样了？陛下英明，皇叔这笑假的让人恶心。看来小白说的没错，他果然有问题，我得早做打算。诸位爱卿，朕欲扩充禁军，增强京城防卫。陛下三思，国库空虚，军费实在拿不出来呀！胡说！今年的税收明明刚交上来。陛下，户部确实困难，此事还是算了。哦，果真？千真万确啊，陛下，臣敢以项上人头担保。呵呵，你装，你接着装，你贪污了多少，自己心里清楚。看你都胖成球了，暴君你倒是查查呀！这死胖子是靖王的钱袋子，把国库都搬空了。来人，去他府上搜一搜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拿不出银子。陛下，无凭无据就抄大臣的家，恐怕不妥吧？皇叔多虑了，朕不是抄家，只是去看看。如果他真的清贫，朕还要给他赏赐呢。启禀陛下，在户部侍郎府上查抄金银珠宝，共计600万两。陛下饶命啊！拖下去，斩了。现在银子有了，户部重新核算军费，朕要扩军。陛下，且慢。皇叔这是急了。看吧看吧，我就说他心怀不轨，他怕暴君有了自己的军队就不受他控制了。扩张军队事关重大，需要从长计议。再说，就算有银子，也没有足够的铁来打造兵器啊。呵呵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封地里发现的那个大铁矿，你都没上报，就等着造反给自己用呢。大胆！靖王封地里有铁矿，还敢瞒我？陛下，臣也是为您着想。扩军之事，不如暂且搁置。现在还不能和他撕破脸，朕的实力不够。说来也巧，昨晚朕梦见了先帝，先帝告诉朕，北方有一座大铁矿。陛下，梦毕竟是梦，当不得真。先帝托梦，岂能儿戏？朕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先帝说的位置，正是皇叔的封地。陛下，臣的封地北边都是荒山野岭，怎么可能有铁矿？有没有？找了才知道。皇叔不会反对朕在你的封地勘察吧？自然不会，能为陛下分忧，是臣的福分。那就好。陛下，果然在北方找到了一个大铁矿，足够打造10万大军的兵甲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即日起开采铁矿，组建新军。是。小白，你可真是朕的福星。你说，朕该怎么赏你才好？我想变回人，能行吗？当然可以，朕已经命国师想办法。No， 我是人，才不吃这玩意儿。真的不吃？好吧，闻起来还挺香的，给你个面子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暴君好像也没那么坏嘛。不对，2条小鱼潭就能让我原谅他，想得美。小白，以后朕会对你好。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来人，把这畜生给哀家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谁敢？皇帝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哀家可是你的母后，又不是亲的，还总要端着长辈的架子。暴君也是，念着那点淡薄的母子情分，偏要听他的话。母后，这小猫怎么得罪你了？这老太婆根本不是冲着我来的，她这是借题发挥耍威风呢。皇帝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居然不听你皇叔的话，擅自扩充军队，还抄了朝廷命官的家。母后，扩充军队是为了护卫京城，查抄户部侍郎是因为他贪赃枉法，朕秉公处置有何不妥？母后，您为什么非要我听皇叔的话？暴君不知道这老太婆跟靖王有一腿，所以处处向着她。这次也是听了靖王的吩咐来找茬的。什么？母后和皇叔？
俩人老早好上了，才商量着推无依无靠郝百禄的暴君继位。暴君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，也是够惨的。皇帝，你立刻去给你皇叔赔罪，禁军扩边的事也停下来，听到没有？母后，怎么？朕是皇帝，什么？朕是天子，朕做的事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。你居然敢这样跟哀家说话！你忘了是谁把你扶上皇位的吗？朕当然记得，所以才忍辱退让了这么多年。你胡说什么？暴君今天硬气了啊，终于不愚孝了。母后，从今日起，您就在慈宁宫好好歇着吧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你要软禁哀家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担心母后的身体，希望母后静养。好，好你个不孝子，你等着！糟糕糟糕！小白，朕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没有没有，你做得很对。那老太婆就是欠收拾。不过你接下来要小心了，太后和靖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陛下大事不好，太庙出事了，列祖列宗的牌位在流血泪。什么？太庙出现如此异象，现在百官都在议论，说是因为陛下您暴虐不孝，先祖发怒。发怒个大头鬼啊！分明是靖王让太庙令搞的鬼，让暴君失去民心，他好名正言顺的取而代之。去，把太庙令给我带过来。是。陛下，赵微臣有何要事？你给朕解释解释，先祖牌位上的血泪是怎么回事？臣不知啊，陛下。太庙日夜有人看守，臣实在不知道怎么会出这种事儿。这一定是……呸！你个瘦猴子，装的还挺像，就是你干的。朱砂掺水把他们都唬住了。朕再问你一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臣真的不知道。暴君，你别跟他废话了，去查查他新买的宅子就行了。太庙令一个七品小官，哪来的银子买那么大的房子？朕听说你在宫外新置了产业。你说那个宅子和你的九族孰轻孰重？陛下饶命，臣是被人指使的，是陛下深夜还在操劳，真是勤勉了。太庙令怎么跪在这里？靖王来的正好，太庙令正要招供。是臣一人所为，臣罪该万死。不好，太庙令要……哎呀，真可惜，这太庙令畏罪自尽了。臣就不打扰陛下处理公务了。人死了，死了就好，查不到咱们头上。别高兴太早。这小皇帝最近跟变了个人似的，等他羽翼丰满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小白，你说皇叔最近怎么这么安静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。不过那老狐狸肯定没憋好屁。陛下，太后娘娘说前几日是她不对，不该对陛下发火。这安神香是娘娘亲手调制的，特意让奴婢送来给陛下赔罪。母后还记挂着朕，用的还是之前的配方。唉，暴君真是个缺爱的小孩，一点小恩小惠就被收买了。是啊，娘娘说陛下睡眠不好，这香有助眠的功效。切，不对，这香有问题。你这畜生！陛下，这猫太放肆了，陛下休息，还毁坏太后娘娘的心意，应当处死。放开我，你这大坏蛋！那香有毒！放开他！吓死猫了！查查这香笼里的香。陛下，这香会让人心神不宁，暴躁易怒，时间长了会使人性情大变，严重的还会导致失心疯。回去吧，此事不准告诉任何人。小白，朕是不是很可悲？朕的母后想要朕变成疯子。原来暴君不是天生的暴君，唉，的确挺惨的，连最亲近的嫡母都想害他。小白，朕只有你了。
善家。今日春光正好，感谢各位大人赏光参加本王的赏花宴。陛下，臣敬您一杯。今日陛下励精图治，扩军练兵，实乃天下之福啊！皇叔过奖，朕能有今日，全靠皇叔辅佐。你俩这演技，奥斯卡欠你们一座小金人。陛下怀里的这只小猫真是可爱的紧啊！皇叔喜欢，的确喜欢，不知陛下可否割爱？皇叔见谅，小白是朕的心头好，恕不能割爱。哈哈哈哈哈！陛下还真是爱猫如命啊！臣记得陛下以前的喜好是赌两把，怎么最近都不见陛下玩了？靖王这是故意在百官面前败坏暴君的名声。诸位大人有所不知，陛下可是个中高手，以前跟臣玩骰子可是赢了不少呢。陛下好赌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每次都是皇叔盛情邀请，朕才勉为其难玩上几局，怎么到了皇叔嘴里就成了朕好赌了？陛下说笑了，臣……皇叔可不能觉得朕年轻好欺，就随意编排啊！陛下误会了，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那皇叔是什么意思？是臣失言，臣自罚一杯。陛下，既然提到了，不如臣和陛下玩一局助助兴如何？赌什么？如果陛下赢了，臣给陛下一只猎鹰；如果臣侥幸赢了，这只小猫就归臣了。什么？拿我当赌注？你个死老狐狸！陛下敢不敢？怎么，陛下舍不得？还是说陛下怕输？暴君，你可别上他的当！这老狐狸在骰子上动了手脚，怎么都是他赢。不可，朕为万民表率，承诺过张御史要修身树己。既然皇叔喜欢，不如让小白自己选。小猫，到本王这里来，本王给你准备了好多小鱼干哦。翠儿肯定把我打翻香炉的事告诉你了。我要是去了你那儿，明天就会被你做成猫皮手套。你这老狐狸肚子里装的什么坏水我还不知道，还是暴君怀里安全。至少他对我是真心的。看来小白选了朕。愿赌服输，臣认了。来人，把猎鹰去受死！陛下小心！陛下小心！来人，有刺客，保护陛下！郡王受伤了，快传太医！陛下，您没事就好。靖王殿下舍身护驾，真忠臣呐！为救陛下身负重伤，实乃我朝楷模。这本就是靖王自导自演的一场戏，刺客都没跑，就是靖王身边的侍卫。暴君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！大兄弟，你挺有本事啊！刚才那一刀刺的可有分寸了，再深一寸就真出事了，算得真准。你过来。陛下有何吩咐？这伤跟我刚才在刺客身上留下的一模一样。陛下，这不过是个巧合。朕问你了，说，是谁指使你？为什么要刺杀朕？陛下饶命！小人。我操，又死了！这年头自尽都这么干脆的吗？陛下，你到臣的府上逼死臣的侍卫，究竟是何用意？皇叔，这个侍卫就是刚才的刺客。那是臣的心腹侍卫，他怎么可能是刺客？你无凭无据就逼死臣的人，你……陛下，臣今天拼着这条命不要，也要讨个说法。疼！暴君你轻点儿，这老狐狸就是故意的，激你呢。皇叔息怒，
是朕唐突了。臣要陛下给臣一个交代，否则臣就去太庙哭先帝，让列祖列宗评评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各位大人来的正好，这是跟了本王10年的侍卫，和陛下疑心他是刺客同党，逼得他含冤自尽。陛下怎么能这样？靖王殿下可替他挡了刀啊！是啊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？不好，是前内香要起作用了，我得想办法。小白，暴君，你冷静点，深呼吸。你要是现在发作，就中了靖王的圈套了。暴君，你撑住，我去找太医，找张御史。坏我好事的小畜生，可算逮着你！要死，落到这老妖婆手里了。这是在哪儿？我活过来了。哎，我的身体不是被拖走喂狗了吗？姑娘，是陛下命我救的你。好，你看着像有本事的，赶紧跟我去救那个暴君。靖王忠心耿耿，刚才还替陛下挡了一刀，陛下就是这么回报的吗？这样的人怎配为君？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小白马上回来了。母后怎么来了？朕不是让您在慈宁宫静养吗？你看看你，为了这个不省心的皇帝，命都不要了。皇帝，哀家听说你刚才又发疯了。母后，朕没有疯。都是你那只畜生害的，好在哀家已经处理掉。说什么？掐死他的时候还一直在叫，还抓我。闭嘴！反了！皇帝，你要弑母吗？陛下不可！皇上这是疯了吗？小白，你竟敢杀了小白！陛下，快放下剑，那是您的母后啊！住手！你回来了。国师不肯来，他说我一个人就够。各位大人请看，此人右手臂上有一道新伤，他就是刚才的刺客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小宫女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？这，他是朕的救命恩人，他说的话就是朕要说的话。陛下，这位姑娘说的有理。诸位同僚请看，这伤口边缘整齐，是陛下随身佩剑所致，铁证如山。这么说，真的是靖王殿下的人刺杀陛下？本王竟被身边人蒙蔽至此，这狗奴才！本王信任他多年，他竟敢刺杀陛下！陛下，是臣御下不严，险些酿成大祸，臣愿全权交由陛下处置。要杀要剐，臣绝无二话。呸！老狐狸演的还挺像，这是看瞒不过去了，赶紧撇清关系保自己。皇叔既然这么说，那朕就不客气了。听闻皇叔收藏了诸多名贵药材，颇对朕的头颈。臣这就命人收拾了，送到陛下库房。皇叔费心了。皇帝，你刚才拿剑指着哀家，可谓大不孝，你作何解释？是啊，陛下刚才确实拿剑指着太后了。哎，这要是传出去，陛下的名声可就毁了。张大人，你快说话呀！这可怎么办？太后息怒，方才陛下心神大乱，一时情急失了礼数，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张大人说的有理，陛下也是受惊了。哎呀，换了我，恐怕比陛下还不堪呢。太后，陛下并非有意忤逆，只是被刺客惊扰，一时恍惚。娘娘母仪天下，胸怀宽广，想必不会与陛下计较吧？这是自然。太后娘娘宅心仁厚，对身为小庶的靖王尚且关爱有加，对自己的孩子肯定更加包容心疼。母后恕罪，儿臣方才确实失态。罢了，哀家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把那畜生还给皇帝。
这猫冲撞了哀家，哀家不过替你管教一番。现在还不是跟他们撕破脸的时候。多谢母后教诲。张大人，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小心，靖王肯定会报复您的。姑娘多虑了，朗朗乾坤，靖王还敢对本官动手不成？行了，本官还要回去写奏折，先走了。这老头怎么不听劝啊？老东西，有人出钱买你的命！大胆狂徒，京城脚下竟敢拦路抢劫！你们眼中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，在这条街上，老子就是王法！兄弟们，上！老东西，去死吧！暴君，你好帅！一般。陛下，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来得这么慢，分明是等着给张老头收尸呢。王大人来的可真及时啊！臣职责所在，职责所在。臣这就带这些匪徒回府衙，严加审讯。不必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……饶命啊！陛下饶命！轮到你了。陛下，臣做错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？京城治安由你负责。朕的御史在回家路上被拦路抢劫，你却姗姗来迟。你说你该当何罪？臣真的不知道啊，陛下。臣听到消息就赶来了。接着装，你是靖王的狗腿子，今天的事就是你安排的。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没人指使臣。臣谢陛下救命之恩。传令下去，京兆府尹玩忽职守，当街处斩。新任府尹明日上任，若再敢懈怠，同罪论惩。是。张爱卿，朕派人送你回府。我操，暴君也太狠了吧！不过帝王就得这样杀伐决断才对。干嘛？回家。所以你就是小白？其实我叫林月，我只是机缘巧合进到了小白的身体，被迫给你当了那么久的猫。暴君，你笑起来还挺好看嘛。大胆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样说朕。还挺傲娇，不过……阿月，她这是怎么了？可有大碍？陛下，这位姑娘的魂魄不稳，她目前只能在晚上维持人形，之后便会变回猫身。也就是说，我白天当猫，晚上当人，这是什么阴间作息？臣会想办法，大概3个月后，姑娘就可以彻底恢复了。国师还挺厉害的，可惜他认定了靖王会是最后赢家，对暴君尊敬有余，终生不足。靖王私下问过他造反有几分把握，他却没告诉暴君此事。国师，朕还有一事问你。陛下请讲。你精通相术，可曾看过靖王的命数？陛下，臣不敢妄议天命。朕听说，国师曾经断言，天命在靖王。陛下恕罪。起来吧，朕没有怪罪你的意思，只是想和你说几句心里话。陛下从何听来？朕自有消息来源。国师，朕只问你，是也不是？靖王殿下确实有帝王之相。国师啊，国师，你可知你帮靖王算过命后，他就认定你是他的人，等你没用了，他第一个拿你开刀。国师，朕再问你，若靖王登基，
你的下场会如何？那老狐狸可不是个能容人的人，你最后落得个鸟尽公良、兔死狗烹的下场。国师，你聪明一世，怎么就看不清这个？朕从未想过。国师，天命或许难违，但事在人为，你好好想想吧。阿月，你到底还知道多少秘密？皇帝，你今天带回来的那个野女人呢？老太婆又来找茬了，烦不烦啊？不过一个宫女，竟把你迷得神魂颠倒，见了哀家也不起来行礼，好大的架子！母后，阿月放血当药引给朕治病，现在需要休息。母后应该知道，朕自幼身体不好。暴君的病怎么来的？你能不知道？都这么说了，还不快滚！那也不能坏了规矩。母后，阿月是朕的救命恩人，您来不会只是为了训斥他吧？皇帝啊，哀家是心疼你，你看你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。进来吧。臣女柳青青参见陛下。这是哀家的侄女，温柔贤淑，知书达理。哀家想让她入宫伺候你，替你分忧。我记得原著里没这号人物啊，难道是我的出现导致了剧情偏移？能伺候陛下是臣女的荣幸。暴君，你可别同意，这柳青青八成是老太婆安排的眼线。朕不需要。皇帝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母后，朕的事不需要别人做主。皇帝，这么大的皇宫，嫔妃都没有，这像什么话？谁说朕没有？阿佑白天喜欢睡觉，朕赐了封号，以后她就是秦美人了。寝就是睡的意思，我被封了个睡美人。胡闹，一个宫女而已，你是要气死哀家吗？母后有所不知，阿月聪慧温柔，善解人意，朕沉迷她的美色不可自拔，不愿意再娶任何人。等等等等，这话听着好不顺耳啊！母后，难道朕连封赏自己喜欢的人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好，好得很，皇帝翅膀硬了，哀家管不了你了。阿月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第一个愿意为朕拼命的人。暴君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在告白？朕从小在冷宫长大，没人管，没人问。后来被推上皇位，所有人都想控制朕，把朕当棋子。只有你，会一边骂朕暴君，一边冲过来挡在朕面前。不要这样啊！我对煽情过敏。天黑了，这种魂魄离体的感觉。别装了，朕知道你醒了。好巧啊！你怎么也在？在等朕的秦美人醒。暴君，打个商量行不？我不想当你妃子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朕配不上你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。朕给你时间适应，在此之前，我绝不勉强你。我志在必得。苦命猫猫本猫，天天跟着暴君打白宫。昨夜陛下当街斩杀京兆府尹，此举过于残酷，恐有损陛下仁德之名。是啊，此事传出去，百姓会怎么看陛下？靖王养伤出不来，就派你们几个炮灰出来恶心人，一群大傻子。臣以为陛下做得对。张御史，你说什么呢？京兆府尹玩忽职守，致使朝廷命官当街遇刺，按律当斩。陛下秉公执法，有何不妥？张老头牛啊，怼得好！你胡说八道！你才是！难道你收了什么好处，所以替那狗官说话？你血口喷人！你才血口喷人！吵够了吗？朕问你们，朝廷养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是让你们拿着俸禄
在府衙里喝茶看戏的，是让你们在朕的御史被人当街刺杀时姗姗来迟的。国家蛀虫死不足惜，谁再敢替他们说话，同罪论处。陛下息怒，陛下英明，国家蠹虫，死不足惜。陛下怎么变得不一样了？现在的陛下好气魄，好手腕，这才是一代明君该有的样子。陛下英明，朕今日把话说清楚，从今以后，谁敢贪赃枉法，谁敢玩忽职守，杀无赦。臣等遵旨。暴君，你今天帅炸了，干得漂亮！走吧，回去了。算算时间，阿英也该醒了。阿月，你醒。谁让你进来的？陛下，臣女给陛下熬了药膳，请陛下品尝。朕不需要，你回家吧。臣女是被父亲送进宫的，如果被赶回家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求陛下开恩。为何人人都想进宫，跟着朕又能有什么好处呢？说到底，她不过是柳家的一枚棋子。算了，罢了，以后你就留在慈宁宫伺候太后。多谢陛下。刚才谁来了？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。没什么，一个不相干的人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阿月，朕身边的人都难得善终，朕怕你也被朕连累。暴君，我不怕，你尽管连累我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说……朕知道了。暴君还挺会撩的，不行了，我心脏受不了了。陛下召臣有何要事？那你能看到朕的命运吗？奇怪，臣上次看陛下气运晦暗，恐有早夭之兆，如今臣竟看不透了。或许是因为陛下身边多了贵人。看来是我的出现影响了剧情，也就是说，暴君不会惨死了。有道理，阿月就是朕的贵人。陛下若无要事，臣请告退。臣那个不成器的犬子，整日游手好闲，让臣头疼不已。臣还要回去督促他的功课。记得这个时间点，国师儿子就是这会儿迷上了赌博，把家产输光，靖王那老狐狸才彻底把国师绑上了贼船。国师，朕和你一起去看看你儿子。陛下，全压了，老子今天一定要翻本。1、2、3，小通吃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孽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老东西，你儿子还欠我们3万两，赶紧还钱！什么？这家赌馆谁开的？哟，来了个管闲事儿的。老子告诉你，我这儿的靠山可是靖王殿下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！国师，你被仙人跳了，你明白不？你儿子走投无路了，你只能去求靖王，被他榨干价值后惨死。靖王有意思。你到底谁呀？再不滚，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来人，都别动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大胆！见了陛下还不跪下！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。给朕烧了！回去告诉你的靠山，让他亲自来见朕。这请看。原来如此，靖王是故意引臣的儿子入局。国师现在明白了。陛下大恩，臣没齿难忘。臣从此以后为陛下马首是瞻。王爷，陛下他把赌馆烧了，还说让您亲自去见他。好，好得很。这小皇帝越来越不把本王放在眼里了。去，把国师给本王请来。国师来了。国师，
你觉得小皇帝还能坐多久的龙椅？王爷何出此言？本王不想再等了，你给本王看看，现在废了他，成算几何？王爷，臣观天象，您最近诸事不顺，几次行动都功亏一篑，这并非巧合，而是气运使之。此时动手，恐难成大事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就再等等。萧景渊，你再得意几天，等时机一到，本王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来吃小鱼干，新鲜的哦。陛下，这是臣女做的桂花糕，您……朕说了，不需要，下去。这是太后娘娘最心爱的鹦鹉，养了好些年头了。是吗？那可要好好照顾才是。这边有我看着就行。大热天的，你叫那几个宫女去喝些茶去。啊！我操！搞什么？来人！这只小猫咬死了太后娘娘的鹦鹉！快把那只畜生给哀家抓起来！喂，干嘛？趁暴君不在要我命是吧？我可什么都没干。上次心软没弄死你，皇帝侥幸把你救了回来。今天哀家绝不能放过这只畜生！来人，把他丢进荷花池，溺死！暴君救命啊！老太婆要杀猫了！暴君你快来啊！我还不想死啊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？陛下，这只畜生害死了哀家的鹦鹉。母后的鹦鹉怎么死的？查清楚了吗？就凭一句话，就要处死朕的猫？是你亲眼看见的？臣女确实看见了。放屁！明明是你自己掐死鹦鹉栽赃我的。够了！母后，您这位好侄女心术不正，朕劝您好好管教，别到时候连累了您自己。另外，以后别再动小白，否则什么？你还敢杀了哀家不成？朕不会杀母后，但朕会让所有动小白的人生不如死。吓死猫了，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暴君你了。没事了，起来吧，哀家不怪你，以后做事要隐蔽些。这个逆子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姑姑别气，来日方长。禁军扩编已经完成，3万新军，兵甲齐备。现在，谁来替朕统领这支军队？陛下，臣推荐赵将军。赵将军久经沙场，战功赫赫，堪当此任。臣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可不嘛，赵将军是你同党，让赵将军统领禁军，这军队不就成你的了？赵将军确实战功赫赫，不过朕记得赵将军今年已经50有6了吧？禁军统领要日夜操练，朕怕赵将军身体吃不消啊。还有谁可以推荐？陛下，臣推荐秦将军。秦将军不是陛下的母舅吗？当初陛下生母被打入冷宫，秦家一脉被先皇厌弃，自此再没上过朝，怎堪重任？陛下，太后娘娘多年教诲，陛下应该记得。秦将军狼子野心，怎能统领禁军？陛下，这都是没有证据的事。张大人，这是太后娘娘亲口所言，你难道在质疑太后？这小皇帝从小被太后灌输秦家要谋反的思想，早就对秦将军有了隔阂，他绝对不敢用秦战。这禁军统领的位置，最后还是我的人来做。暴君，你可别犯傻呀！秦将军其实每个月都会给你寄各种东西，都被太后拦截了，他一直在暗中关注你呢，可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传秦将军上殿。陛下，秦家是罪臣。朕说，传秦将军上殿。是。臣秦战，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这就是一直关心着朕的舅舅。陛下，您长大了。秦将军怎么跟个女人一样，哭唧唧的？
这也不像会谋反的样子啊。他为什么看到朕会哭？唉，秦将军也可怜，一直惦记着暴君，却不能见面。暴君还被太后挑拨离间，突然看到故人之子，秦将军得多悲伤，多激动。他这么感性，真的可以吗？暴君可别想着秦将军哭了就觉得他用不上了，他可不是软弱无能，他厉害着呢。秦将军，朕想让你统领禁军，你可愿意？臣万死不辞。臣等这一天等了20年了，陛下，这万万不可。皇叔，秦将军是朕的舅舅，朕相信他。这就对了，暴君你知道吗？你死之后，秦将军坚决不屈服靖王，为你战斗了半本书呢。他是真正忠心你的人。传旨，即日起任命秦战为禁军统领，统领3万禁军。臣领旨，臣誓死效忠陛下。皇帝疯了！你居然让秦战当禁军统领！母后，秦将军是朕的舅舅，忠心耿耿，有何不可？忠心耿耿，皇帝，你忘了哀家跟你说过什么了吗？你生母就是被秦家连累死的，秦战就是害死你母亲的罪魁祸首。别信他，老太婆在撒谎，当年的事另有隐情。朕知道，朕不会信他，朕只信你。就是他，当年要不是秦将军犯下大错，你母亲怎么会受连累，含恨而终？你如今重用他，对得起你死去的母妃吗？母后，当年的事朕还小，不清楚。但秦将军是朕的舅舅，朕相信他不会害自己的姐姐。你居然为了一个罪臣顶撞哀家！母后，朕不是顶撞你，朕只是想知道真相。陛下，太后说的对，是臣无能，连累了姐姐。舅舅，朕不信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陛下，当年的事臣说不清楚，但臣可以对天发誓，臣从未背叛过姐姐，从未背叛过秦家。舅舅，朕信你。禁军统领的位置，你安心坐着，有朕在，没人能动你。陛下，皇帝，你非要跟哀家作对是不是？朕不是在跟您作对，朕只是在做对的事。对的事，任用乱臣贼子就是对的事。母后，朕已经决定了，此事不必在意。陛下，臣就先回去操练了。爱卿慢走。陛下喝杯茶消消气吧。不必，朕有秦美人伺候就够了。陛下，臣女只是想……朕不喜欢有人往朕跟前凑，再有下次，你就出宫吧。是，臣女告退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？不是你的错，怪那个狐妹子把皇帝迷得神魂颠倒。太后娘娘，那个秦美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谁知道？不过你放心，哀家迟早收拾她。舅舅果然是将子，这禁军交给他，朕放心。那当然，你舅舅可是小说里最强的武将。陛下，禁军的情况臣熟悉的差不多了，只要给臣3个月，臣保证把这支军队练成铁军。朕信舅舅。陛下，您好受，这些年在宫里是不是过得很辛苦？还好，是臣无能，没有陪着陛下长大。不怪舅舅，只是有些遗憾，一直待在宫里，错过许多东西。陛下，臣带您去骑马吧，外面的天地广阔，比这宫里自由多了。好。妈呀，我恐高。我会慢慢来，阿月，抓稳了。哇哦，还挺刺激，挺好玩的。到时候了。马怎么突然发狂了？快来人，救啊！护驾！陛下，抓紧！
怎么回事？秦将军，你的马怎么会受惊？你是不是想谋害陛下？臣怎么可能谋害陛下？陛下，是臣的。你的马当然是你动的手脚，陛下。秦将军心怀不轨，意图谋反。臣请陛下立刻将秦将军拿下。皇叔，事情还没查清楚，就这么急着定罪？陛下，证据确凿，马是他的，您和他同期受惊也是事实。不说这些，查清楚再说。这草料有问题，我闻到了奇怪的味道。太医，去查查草料。陛下，这草料里掺了春英子，马吃了会变得狂躁，容易受惊。一定是秦将军自己放的，他想借机谋害陛下。臣没有，臣怎么可能害陛下？秦将军要是想害朕，为什么还要冲上来救朕？他被马踢成这样，差点丢了命。这也许是他苦肉计。够了，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。此事到此为止。看来这里也有晋王的人，舅舅，你要小心。臣会查清楚的。陛下，臣没想到您在宫里过得这么艰难。都过去了。陛下放心，臣发誓，今后一定会保护好您。臣这条命就是陛下的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家母，也就是您的外祖母病重，她一直想见您一面，求陛下成全。喵。暴君，去看看他吧，那也是真心疼你的人。好。秦府来报，秦老夫人病危。母亲，备车，我亲自去秦府。陛下，外祖母。陛下，是陛下来了，老身是不是在做梦？不是梦，朕来看你了。娘，老夫人把淤血吐出来了，这是好事。陛下，老身想您啊，这么多年，老身日日夜夜都在想您。您小时候，老身还抱过您，您还记得吗？暴君，你就抱抱他嘛，他等这一天等了10几年了。老身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。外祖母，朕以后会常来看你。真的？真的。真好，暴君终于有家人了。舅舅练兵确实有一套，新军才练了几天，就像模像样了。那可不，秦将军可是名将，比你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大臣强多了。谢谢你，阿月，要不是你，朕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认舅舅。皇帝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就是秦美人这个贱人，她在诅咒哀家。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？污蔑，他污蔑我啊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哀家抓起来！谁敢？母后，没有证据就随便抓人不妥吧？这无辜娃娃就是证据，这贱人怎么还不起来？陛下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姐姐怎么睡得着的？真恶心，别这么叫，我才没有栽赃陷害我的妹妹。哼。感谢老天爷赐我猫一般的嗅觉，东西都没来得及销毁，这样的草台班子还敢设计我？这是什么？也是阿月的。如实招来，朕放过你9族。陛下饶命！是柳小姐让奴婢藏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？够了，母后，您还要继续闹下去，拖出去30大板。皇帝，青青还小，不懂事。不懂事，那就让他跟板子学学规矩。陛下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
秦将军还真是个性情的汉子。老夫人，该喝药了。这猫，这粥有问题，我刚才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。陛下，这粥里掺了大量杏仁粉，老夫人有哮喘，喝了会窒息而死。靠我鼻子灵，不然就出大事了。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查，给朕查清楚。不用查，肯定是靖王搞的鬼。老夫人去世，秦将军得守孝，禁军只能让赵将军统领了。陛下，是臣无能，竟让母亲差点被害。舅舅，是朕连累了你们，这是靖王在报复。陛下放心，靖王屡次挑衅，臣也有臣的手段，臣一定保护好母亲，也保护好陛下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，秦将军在封地私养兵马，意图谋反。哦，舅舅，可有此事？陛下，臣确实养了3000私兵。陛下，他亲口承认了，这可是谋反大罪，请陛下立刻将他拿下。那可不是什么私兵，那是秦家的老家仆，都是跟了秦家几十年的老人，这也不算稀罕事。哪个大家族没有几个护院？秦将军其实是秦府养子，他年轻的时候喜欢你母亲，可惜后面你母亲被迫入宫，就是他太莽撞了，直接去找靖王理论，反被靖王拿这段私事要挟，他不愿意让你母亲沾上污名，只能咬牙认下罪名。陛下，臣建议立刻罢免秦将军，押入大牢。皇叔，秦将军的私兵，朕早就知道。什么？那是秦家的老家仆，不是私兵。秦将军是朕的舅舅，秦家世代忠良，朕信得过他。陛下，他都承认了。秦将军，你起来。陛下，臣有罪。舅舅，朕说过，朕信你。陛下，朕知道，朕不在乎那些。臣真的没有。朕知道。起来吧。陛下，皇叔，一场误会而已，退朝吧。朕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宣布，朕已重查当年生母淑妃的死因。陛下圣明。陛下，淑妃是病死的，有什么好查的？暴君，看靖王心虚的样子，我觉得你还没查完。其实我还没开始查，只是看看他们的反应。当年母妃是被冤枉的，她没有勾结外臣，没有祸乱宫闱，她是被人陷害的。陛下，那可是先帝定下的案子。这是当年负责此案的官员留下的密折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是有人买通了宫女，在淑妃宫里放了违禁品，然后栽赃陷害。朕今天宣布，为淑妃平反，追封她为孝慈皇后。陛下圣明。姐姐在天之灵，终于可以安息了。哇，今天的天气真好。是啊，朕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。可不是嘛，天天都在跟靖王斗智斗勇，累死猫了。好想下来撒个欢儿啊！去跑跑去，活动活动腿脚。阿玉，来人，弓箭！暴君，你可得瞄准了，千万别射偏了，我还不想死。我要抓住毛饼了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吓死猫了！暴君，有你真好。给朕好好查查，哪里来的鹰？遵旨。姑姑，那个秦美人，
他是个妖孽。你说什么？千真万确，我亲耳听到的。陛下叫那只猫阿月，也就是秦美人的名字。秦美人为什么白天不能醒来，也就解释得通了。她法力尚浅，只能在晚上维持人形。哼，好得很，妖孽惑主，这可是死罪。传令下去，要百官集合，哀家要亲自去乾清宫捉妖。青天真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要变成死猫了，南天之吻了。萧月，朕也吓到了。你吓什么？被老鹰叼走的又不是你。暴君看着好好亲的样子。你干嘛？阿月，朕今天真的很怕失去你。气氛到这儿了，我是上呢还是上呢？我也有点怕失去你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。来人，把这个妖孽给哀家抓起来，明天午时3刻，当众烧死。朕看谁敢动他！哼，皇帝，你被妖孽迷了心窍。青青，你说。陛下，太后娘娘，臣女不敢欺瞒，臣女亲耳听见陛下叫那只猫阿月，秦美人与猫同名，白日昏睡，夜里清醒，这不是妖物行径又是什么？荒唐！凭几句捕风捉影之言，就想定朕妃嫔的罪？臣女不敢妄言，可此事事关社稷，不得不报。皇帝，你让开！哀家今日要替萧氏江山除祸。母后口口声声江山，可朕只看见你逼一个弱女子。阿月，让我来。柳小姐说我是妖，那你可曾见我施法？我可曾见我害人？你迷惑陛下，就是害人。迷惑？陛下查贪官是我迷惑的，救张御史是我迷惑的，平秦家冤屈也是我迷惑的。还是说，凡白日体坐者都是妖，凡夜间清醒者都该烧死？那宫里失眠的娘娘大人们，是不是也要一并验妖？妖孽最会狡辩，今日不验清楚，哀家绝不罢休。母后要如何验？火烧不死便是人，若烧死了，就是妖孽伏诛。好家伙，这是验妖还是谋杀？母后慎言，朕的乾清宫不是刑场。陛下息怒，太后也是为社稷着想。皇叔也信妖邪之术，臣不敢妄断，可疑云不除，恐伤圣明。不如请国师前来，是人是妖，一辨便知。对，传国师。皇叔想得周到，臣只是替陛下分忧。这老狐狸又下套了。国师要是站靖王那边，我今晚真成烤猫了。国师到。国师，你来的正好。你说这个秦美人究竟是不是妖？国师大人，您一定要说实话。老道士，你可千万别掉链子。回太后，回陛下，臣观秦美人气息清正，并无邪祟附体之象。你说什么？秦美人不是妖，白日昏睡，夜间清醒，倒像是魂魄受损、阴阳失衡之症。国师此言可敢负责？臣以国师之名担保。陛下，这是国师此前为我开的方子。这药方确有国师印记。和猫与人同名怎么解释？臣妾亲耳听见陛下唤那畜生阿月。柳小姐说亲耳听见，那我倒想问问，深夜宫禁，你为何靠近乾清宫内殿？我只是路过。乾清宫内殿也能路过？柳小姐这路走得真是。查，回陛下，柳小姐曾借探望太后之名，多次在宫禁时分出入后宫，其中2次靠近乾行宫偏门。窥探地宗，擅闯内廷啊！我没有，我只是迷路。迷路1次是糊涂，迷路多次是用心。你血够了，妖孽惑主之说纯属无稽。柳青青屡次叛污后妃，扰乱公务，深夜窥伺内殿，即日起禁足留府3个月，未得旨意不得入宫。王爷还要继续吗？朝堂上杀不死他，那就让民间先信他该死。属下明白。
白猫入地怀，江山祸将来。妖妃睡白日，夜里唤人来。还能是什么？宫里那位秦美人呗。听说她白天不见人，夜里才出来。哎呦，那不就是妖吗？诸位可曾听闻，宫中那只白猫原是妖灵化身，白日为猫，夜里为妃。难怪陛下去哪儿都抱着猫。这是被妖物迷住了。白猫入地怀，江山祸将来，谁写的？还挺押韵。这就让人把造谣者全抓起来。别，为何？流言这东西越捂越响，你今天抓一个，明天冒10个，百姓只会觉得你心虚。他们说我是，说明我有排面。朕没开玩笑，朕不愿你受这种辱。我也没开玩笑，赌不如输，鸭不如茶，谁在散？想逼你做什么？这才是要害。神像流血了，灾祸要来了！一定是妖妃入宫，神明发怒了。求陛下除妖啊！再不除妖，京城要遭难了！不要！不过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鬼把戏，等着。小白，抓到了！快看，井里也冒红光了！妖孽显灵了！妖妃不除，天不安宁啊！咱们去宫门请命，求陛下烧死妖妃！这帽子扣得真快，我人在这儿，锅已经进宫了，我倒要看看谁这么会装神弄鬼。呛死猫了，这不是鬼火，是药粉味，这里有脚印。追！陛下，是礼部小吏赵睿。礼部管祭祀礼制的地方，难怪会挑神像下手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陛下饶命，小人只是拿钱办事。谁给你的钱？欺君可是要诛九族，你糊涂啊！陛下，小人愿意招供，只是小人的事。灭口！陛下，宫门外聚了许多百姓，都喊着要除妖妃，清君侧。朝堂斗不过，就用民意逼宫。朕的皇叔还真是不让朕失望。陛下，京中异象频发，百姓皆言妖妃祸主。为安民心，请求美人出殿自辩。若她清白，自当无惧。朕的妃嫔不是你们审案的犯人。陛下，众臣也是为了您好，流言如沸，不可不知。皇叔也觉得他该自辩。若问心无愧，一辩何妨？臣妾愿意。阿月，谁让你来的？我自己来的。躲在你身后是被保护，站到你身边才叫并肩。臣妾林月见过陛下。诸位大人想问什么？京中皆传你是猫妖化人，你有何辩解？我有3问：若我是妖，何以屡屡助陛下查贪官平冤案？妖物若要乱朝，为何先乱的是奸臣的阵脚？若妖能惑主，何以被我揭穿的都是贪官佞臣？诸位觉得清君侧也算妖术？若朝廷遇事只会怪女子、怪猫、怪鬼神，那要满朝文武何用？昨夜礼部小吏被抓，药粉机关假鬼火俱在，人证将招却被暗箭灭口，这是妖祸还是人祸？臣复议秦美人所言，京中异象，臣亲眼所见，皆为人为布置，并非天灾妖祟。传旨，京中异象案由张御史主查，秦将军协查京城布防，任何人阻挠，死同同谋。臣等遵旨。好一个秦美人，哀家倒是小看她了。他今日一战，朝中已有不少人改观。这个女人不能留了。再过些时日，朕定还你清白。萧景元，朕没事。你这叫没事？你脸白的像刚从棺材里坐起来。陛下旧疾复发，先前毒香虽已平用，可残毒未清，仍伤心脉。若情绪大动，便会心脉灼透，严重时恐有性命之忧。
是因为我。不是，他们骂的是我，你气成这样，也是因为我。阿月，朕是皇帝，护你是朕愿意，不是你的错。阿月，朕从能听见你心生气，就再也离不开你了。一开始，朕以为你只是有用，后来才明白，不是朕离不开你的用处，是朕离不开你。你骂朕暴君，可每次朕快跌进黑暗里，都是你把朕骂醒。阿月，你不是朕的福星，你是朕的命门。你别乱说，我只是怕你死了，剧情崩太快。完了完了，我怎么越描越黑？那就劳烦秦美人继续替朕稳住剧情。那你也得配合。朕怎么配合？少生气，少受伤，少把自己当铁打的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别让我担心。好，朕答应你。陛下救急未愈，不该劳神。阿月的魂魄如何了？比从前稳了些，可要彻底恢复人身，还差一味药引。什么药？血魄莲，生于北地寒谷，100年难遇，井中几乎无迹。若没有它，秦美人仍可夜间为人，但魂魄终究不稳，一旦遇大劫，恐再难醒来。此药难寻，更难取，凡极寒之物，必招极险之人。朕一定要找到。朕这一路哪一步不险？血魄莲形似莲，色如冰，遇热即枯，遇雪则融。此物极难保存，即便寻到，也需寒玉匣封存。听起来就很贵，而且非常适合出世。陛下，北境军报，北境商道重开，有胡商献上药材名录。拿来。寒谷冰莲，给臣看看。陛下，极有可能就是血魄莲。什么？我有救了！别急，朕会拿到的。暴君，你这话一说，我怎么更慌了？陛下要臣查药，此事不可声张。北境胡商手中或有血魄莲，朕要你秘密查探。臣明白，臣亲自去接触胡商。臣可从户部商级入手，查这批药材是否被人劫买。好。阿月，别怕，这次朕不会让人抢走你的生路。暴君，你现在真的好会说话，但是你别立 flag 啊！你干嘛？我现在是人，不是猫。朕就是豹猫。朕给你梳毛的时候，你明明舒服的肚皮都翻过来了。你还说？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太顺了，这种救命药引十有八九会出事。朕已经让舅舅秘密去查。越秘密越说明重要。靖王那老狐狸鼻子比狗还溜。阿月，这次不管谁拦，朕都不会退。那你答应我，药可以慢慢找，人不能乱冒险。朕答应你。你上次也这么说。那这次，朕多答应一遍。暴君，你现在学坏了。近朱者赤。你说谁赤？朕说自己近月者甜。王爷，宫中在查北境药材，重点是一味寒谷冰莲。寒谷冰莲，王爷识得？听过，传闻可稳魂续命。萧景渊要它，多半是为了秦美人。一个女人成了他的软肋，软肋这种东西，不折留着过年吗？属下该怎么做？盯住胡商，药若真在他手里，就截下来。若秦战插手，那更好。药我要，秦战的命我也要。是。萧景渊，你越想救他，本王越要让你看着他死。将军大人，药材名录都在这里。寒谷冰莲呢？此物极寒，路上难保，小人只见过一次。如今在不在队中，小人也不敢说。名录既写了，就该有来源。来源在北境药铺，药铺主人姓韩，曾是中原太医。太医，
听他说，早年在宫里当差，后来不知犯了什么忌讳，被贬出京。带路。小人早已离宫多年，宫中之事，小人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还没问宫中。你认识淑妃吗？不认识。你若真不认识，为何发抖？小人年纪大了。我不爱绕弯子。当年淑妃病逝，你是否在太医院？你若不说，便是欺君。大人饶命！当年的事儿，不是小人能说的。那就是有事。将军，有旧卷。这不是郁结之症，这是慢毒入体。当年太医院只让写郁结，谁敢写毒，谁就没命。谁让你们改脉案？太医院院判，可院判背后是慈宁宫。姐姐不是病死的，她是被人害死的。此事必须立刻禀告陛下。这不是单纯失宠郁结，是有人长期下药。臣查过旧制，当年太医院脉案被封，经手者死的死，贬的贬。陛下，娘娘不是病死的，她是被害死的。太后，又是太后。陛下，冷静，先查证据。你现在气倒了，正中他们下怀。朕知道，朕不会倒，朕还要替母妃讨债。这些药与太后送来的毒香同源。什么？药性不同，手法相近，应出自同一批宫中秘方。所以太后不想秦将军回来，不是怕秦家夺权，是怕秦家翻旧账。臣当年若早知道，舅舅，现在知道也不晚。陛下，此案牵涉太后，需谨慎，不能只凭旧卷发难。朕，陛下，韩老姨死了，要不起火，人没救出来。冲煞位，这老太婆还挺迷信，给我安排了个风水差评区。秦美人怎么不做？莫不是嫌哀家的宴席寒酸？臣妾哪敢，只是这位置风大，臣妾怕把太后娘娘的福气吹跑了。秦美人真会说话，娘娘过奖，主要是风叫的好。母后今日好兴致。哀家见近日宫中多事，特意设宴缓和气氛。母后费心了。他费的是心吗？他费的是命案预告。胡夏，不是吧？又来，我就知道这破位置有问题。你受伤了？小伤。你们古代男人是不是只会这两个字？还有一句。什么？别怕。我怕你有事。怎么会有疯马冲进来？养马监都是死人吗？陛下，人抓到了。奴才冤枉啊！马槽里掺了药，你还敢喊冤？谁指使的？奴才不知。拖下去审。是刘家。柳家？陛下明鉴。陛下，臣管教不严，求陛下恕罪。管教不严，你女儿禁足刘府，手还能伸进宫里。臣回去一定严加看管。从今日起，柳青青禁足延长半年，她身边婢女全部更换，柳家不得再向宫中递一字。臣遵旨。皇帝青青年纪尚小，母后，她年纪弱小，就该学规矩，不是学杀人。我今晚醒得好早，比昨日早了半个时辰。而且我现在还没困，是不是说明我快好了？国师说，这是好兆头。那我是不是很快能白天也做人？到时朕就不用抱猫上朝了。你听起来很遗憾。有一点。你还真敢承认。朕是天子，天子不说假话。那你以前骗靖王的时候呢？
那叫帝王心术。双标的真有文化。我教你玩个现代游戏。现代？就是我来的地方。好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赢剪刀，剪刀赢布，布赢石头。明白。来，3局2胜。我赢了，再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出手前眼睛往左飘，这也能看？朝堂上看人撒谎练出来。不算，你作弊。兵不厌诈。我这是游戏，不是战场。有你在的地方，朕都想赢。油嘴滑舌。真心话。你真会描眉？不会。那你这么自信？朕学得快。你上次学猜拳也这么说。朕赢了。你靠作弊赢的。萧景渊，你是不是恨我？朕可以重来。别，我怕你重来一次，我直接变成门神。你手这么稳，怎么画眉这么灾难？杀人和描眉不同。哪里不同？杀人不用怕弄疼他。阿月，等你彻底恢复，朕再学，总有一日能画得好看。那你得练很久。朕有一辈子。我有点晕。阿月，阿月，传国师。他怎么了？林月魂魄刚有起色，不可大喜大悲，情绪一旦剧烈波动，魂魄便会不稳，轻则昏睡数日，重则魂散难回。你一夜没睡？睡了。你骗人都不眨眼了？怕一眨眼，你又不见了。我哪有那么容易下线？一个心脉残毒，一个魂魄不稳，我俩真是卧龙凤锤。卧龙凤锤，这是说我们天生一对？暂时稳住了，但血魄莲必须尽快找到。秦将军还没有消息。陛下，秦将军密信到了。怎么了？血魄莲确实存在，但在北境一支商队手上。那不是好事吗？那支商队受靖王旧部庇护。我就知道，救命药引不可能白送。还有一事，北境旱情出现，粮价开始变动。北境旱情，北元书里有一段边境灾情，先是小旱，后来粮价暴涨，再后来饥民暴动，商路断绝，靖王趁乱收买军心民心。奏折为何无人汇报灾情？因为一开始都觉得是小事，等它成了大事，就没人兜得住了。朝堂是局，可民生是地基，地基塌了，宫墙再高也没用。朕明白了。不能指定靖王。阿月，多亏有你。天也在帮本王，药不能进京，粮也不能太快。乱世出英雄，至于苦的是谁，不重要。传信北境旧部，盯住秦战，必要时让秦战回不来。陛下，北境确有少雨，但只是小旱，粮价变动也属正常。正常。北地气候本就多变，臣以为不必惊慌。完了，经典台词出现了，每次有人说不必惊慌，后面一定天塌地裂。粮仓如何？账面充足。陛下，臣以为应派人实查，灾情不能只看奏折。张大人未免太过谨慎。北境刚通商道，若朝廷大张旗鼓查灾，反会扰乱民心。靖王所言极是，
国库刚经历多番调拨，不宜轻动。得不偿失，等饿死人了，看你们还算不算账！秦将军密报，北境部分县已有百姓点卖田产，这也叫小汉？臣未收到此报。不是未收到，是不想收到吧？皇上，臣愿前往北境查灾。张御史查灾，与秦将军二人联合北上，谁敢阻拦，按误国论处。臣等遵旨。陛下放心，臣一定查清北境实情。张大人，不只要查官仓，还要查民间粮铺、商队、典当行。为何？灾情最先出现在帐外，官仓会骗人，粮价不会。臣记下了。若有人主动送粮、主动施恩，一定要查背后是谁。拿灾情做局，其心可诛。臣这就出发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还活着？青青，你小声些。你父亲已经被陛下训斥，柳家不能再出事了。出事的是我，被关在这里，他却在宫里被陛下护着。小姐，太后娘娘派人来了。柳青青，太后娘娘让老奴带句话。姑姑还肯帮我？娘娘说，想翻身就得立功。立功？秦美人一日不倒，陛下的心就一日回不来，柳家也一日抬不起头。可我进不了宫，人进不去，话能进去，手进不去，银子能进去。京中有些江湖术士专会做神鬼文章，娘娘不管你怎么做，只要结果，只要他死，陛下就会看见我。柳小姐要除妖，我要她身败名裂，银子不是问题。此本入香，可令人短暂癫狂，闻者会见幻影，听神谕，自己做了什么，醒来也记不清。我只要一场大异象，越大越好。火最合适，火里见白影，最像妖物现形。好，那就让他在火里现形。走水了！偏殿走水了！偏殿走水了！哪里着火？偏殿，火势很大。跟朕走。小白，我看见了，有白影从火里跳出来，妖物是妖物显形。又来！都别动！阿月，小心！是火油，不是天火，也不是妖火，人为纵火。陛下，抓到一人，他在偏殿后窗附近徘徊。神说了，妖妃不死，大火不灭，烧死他，烧死他！他不对劲。太医，陛下，他中了致幻药，神志癫狂，不受自己控制。药从何来？白影交火，妖妃要死！又是白影，又是妖妃，反派预算不足啊！剧本复用的太明显了。陛下，偏殿后窗找到这个。这不是宫里常用的香，像江湖术士常用的迷香。茶流府。等等，现在只抓宫女，毫无证据。你想怎么做？他想让我当妖，那我就给他递个妖怪剧本。火没烧到寝殿，宫女也被抓。废物！陛下似乎怀疑柳小姐，怀疑又如何？没有实证，皇帝也不能随意处置柳家。让人提醒柳青青，做事要干净。听说了吗？秦美人昨夜梦见狐仙索命。狐仙？你这法子，倒像真的会招鬼。对付装神弄鬼的人，
就得比他更会写神鬼剧本。钓鱼执法开始，愿者上钩，蠢者狂奔。陛下，刘府有动静，柳小姐派人去了城郊破庙。鱼咬钩了。无仙显灵，鸟飞伏诛，火起！拿下！朕倒要看看哪路狐仙敢在宫里做法。大师，业务挺广啊，昨夜放火，今夜请狐，明天是不是还打算卖符？陛下饶命，小人只是拿钱办事。谁给你的钱？你想好了？你说出来叫从犯，你不说就叫主犯，这2个字看头手感可不一样哦。是柳小姐，柳青青，她让小人散布谣言，投放药粉，煽动宫人纵火，还说只要亲戚人死了，太后娘娘会保他。带上人证物证去刘府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柳小姐救我！你说太后会保我的，陛下，臣不知情啊！你不知情？不是我，是他害我。若不是他，我早就入宫了。陛下本该看见我。柳青青，你从来不是输给我，你是输给你自己。闭嘴！够了！柳青青构陷后妃，勾结术士，投放迷药，煽动宫人纵火，妖言惑众，即刻押入天牢，交大理寺严审。青青，姑姑会救我的，太后娘娘不会不管我。这次谁也救不了你。皇帝，青青年少糊涂，你何至于下此狠手？年少糊涂，母后眼里的年少糊涂，是放火杀人，还是投药害命？他只是被人利用。娘娘这话说得好，她被谁利用？母后，朕可以给柳家留一口气，但从今以后，柳家若再与慈宁宫私通消息，朕便连根拔起。你敢威胁哀家？不是威胁，是通知。陛下，张御史、秦将军回京了。舅舅，张爱臣如何？陛下，北境并非小旱，而是连月无雨，已有数县颗粒无收。更严重的是粮仓账册对不上，大量陈粮被提前转卖。臣查到几家收粮商号，背后皆与靖王门下有关。皇叔可有话说？陛下，臣门下人多，难免有人打着臣的旗号行事。若地方官失职，陛下该查地方，总不能因几家商号就移到臣头上。老狐狸好标准的话术，好处我拿，锅归临时工。地方要查，商号也要查，谁敢拿灾粮发财，朕就让他拿命还账。传旨，调京畿储粮，先运北境，沿途设舟棚，先救人命。陛下不可。为何不可？国库储粮调拨需三司合议，无完整文书不可擅开，否则账目会乱。百姓都要饿死了，这群人还走流程，流程要是能当饭吃，北境早撑死了。账目会乱，人命就不会没。臣不是这个意思，臣只是按规矩办事。规矩是用来治国的。陛下慎言，户部也是谨慎，若仓粮乱开，后患无穷。陛下，臣愿暂理合账，开仓救人，同时清点旧账。臣愿护送粮车北上，粮到人到，粮失臣亡。好，陛下，张御史不通户部旧账，贸然接手，恐出大错。户部旧账就是被你们通得太透，才透出这么大的窟窿。陛下，户部尚书办事不力，隐瞒灾情，拖延救灾，即刻革去职权。张御史暂管合账，3日内给朕清出第一批粮账。臣遵旨。
这样查太慢了。慢一点总比丢了强。粮是百姓的命，谁敢伸手，我砍谁的手。这是送去北境的，听说陛下开仓了。以前只听说陛下杀人，没想到还会救人。陛下变了，不是变了，陛下原本就有一颗良善之心。张御史那个老酸炉，也敢碰本王的账！王爷，粮车明日出京，那就别让他顺利到北境。以流寇名义，流寇、山匪、灾民，叫什么都行。只要粮没了，民怨就会回到萧景渊身上。萧景渊，你想救民，做梦！将军，前方就是黑风岭，地势狭窄，容易设伏。传令，前队放慢，后队收紧，粮车不得散。留下粮车，饶你们不死！口气不小。护粮！将军，这不像普通流贼。当然不像，山匪若有这本事，早该去考武举了。撤！追3里，不可恋战，抓活口。将军，这是旧军务标记。哪一营的？普通山匪不会用军阵，更不会有旧营刺记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说也行，你身上的规矩已经说了。将军，在他身上搜到的靖王私兵，一枚残牌定不了他的罪，但能让我们知道往哪儿查。继续护粮，同时派人密报陛下，靖王私下豢养兵马，恐怕是真的。粮车出事了，遭劫，粮呢？保住了，但劫粮者有旧军制痕迹。靖王私兵，舅舅也是这么判断。原书里靖王能篡位，靠的绝不只是嘴皮子，他手里果然有兵。陛下，此事若坐实，就是谋逆大罪。问题就在坐实，没有铁证，不可轻易发作。不能打草惊蛇，要顺着这批人查他们的粮、银、兵器。秦美人说的对，兵马总要吃粮，私兵也逃不过账。传令勤战，粮继续送。粮车没劫成。秦战呢？毫发无伤，但我们的人撤得干净，他们没有抓到关键证据。最好如此。血泊连已有消息，韩玉霞正在往京中送。北境赈灾不能只送粮，粮到之后如何发，谁来管？怎么防贪？可按旧例，由地方官分发。旧例要是有用，灾民就不会饿肚子。后宫不得干政，秦美人休要多言。我只提几点意见，各位大人听不听在意。第一，以工代交，
让灾民修水渠、修粮道、修仓棚，给粮给钱，不白养懒汉。灾民还有力气干活。饿到快死的先救命，能动的给工作，人有事干，乱就少一半。妙啊！第二，分段施粥，村口、城门、驿道3处设点，老幼病弱优先，别让壮汉抢光。这倒细致。第三，公开账册，每天发多少粮，剩多少粮，贴在县衙门口，百姓看得见，贪官才不敢伸手。继续说。第四，商户可捐粮抵税，但必须登记姓名、数量、去向。谁真救灾，朝廷记功；谁趁灾囤粮，朝廷抄家。陛下，此法可行。修渠修道本就是北境所需，以工代战，一举两得。可这毕竟出自后妃之口，提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就给我照办。今日粥里有米了，县衙门口贴了账，谁拿了多少都写着。听说是陛下最新法子。陛下没忘了咱们啊！谢陛下，陛下赦免。陛下，事行3日，北境民怨大减，灾民已有秩序，粮损也比旧历少了30%，果真有效。秦美人竟懂赈灾，这哪里是后妃，这是活军师啊！活军师不好听，请叫我赈灾小天才。张爱卿，把此法整理成章程，以后遇灾照此施行。臣遵旨。这秦美人真是聪慧，竟连朝政民生也能指点。再撑一撑，血泊连快到了。陛下，秦将军派人送药回宫了。陛下，秦将军历经波折，终于夺回血泊连，命小人快马送回。这就是血泊连？形色相符，寒气也足，应当就是血泊连。阿月，你有救了。我就说我命大。他怎么了？陛下，他中毒了。救人。毒入心脉，来不及了。药。他想说药。国师验药。如何？陛下，这不是血泊连。你再说一遍。此物名寒水莲，外形相似，寒气也重，可药性差得极远。若用它稳魂，秦美人会魂魄反噬。靖王，没事，至少没吃错药。你还笑？不笑怎么办？我又不能现在去把靖王咬死。查送药路线，查所有接触过药匣的人。遵旨。朕一定会救你，不管药在哪儿，朕都会抢回来。陛下，查遍了送药路线，线索在城外驿站断了，那是靖王地盘。继续查，掘地3尺也要把药找出来。靖王既然敢换药，就不会留在显眼的地方，或许能借此找到他的老巢。那味道极冷，像冰镇过的薄荷。我的猫鼻子现在可是带外挂的。小白，防守这么严密，一定有大祸。不仅藏药，还藏机密，这波赚大了。王爷有令，此地已经不安全，立刻烧毁，转移寒玉匣。我靠，反派现在办事效率这么高吗？林月，谁准你背着朕做这么危险的事？你不要命了吗？我这不是……朕的江山不需要拿你的命来填。下次一定。陛下，这是北境边军几位将领的私印。还有这几张，是京中3大粮商给靖王的粮草调度单。好一个靖王，
军权伤到朝堂，他瞒着朕，在地下织了一张好大的网。陛下，虽有残业，但没有关键的名册和完整账目。若强行发难，靖王大可推脱是伪造，反咬一口。朕知道，打蛇不死，反受其害。舅舅，这网既然露了线头，朕就要顺藤摸瓜，从今日起，挑选军中绝对忠贞之士，建立暗押。陛下要建暗探司，靖王能藏，朕就能挖。朕要这京城内外，再无朕听不见的密语。是。恭喜你啊，从动不动就拔刀的暴君，进化成深谋远虑的事业型帝王了。有你在，朕自然要做个好皇帝。这也要多谢某只不要命的猫。那陛下打算怎么封赏我？后宫无主，朕把皇后之位给你，如何？那不行，我更喜欢幕后工作。哦，做帝王背后的猫头军师。只要你在朕身边，叫什么都依你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太庙出事了！慌什么？说。太庙先帝神像忽然又流下了血泪了。先帝流血泪，此乃大凶之兆啊！难不成朝中有大奸大恶之徒，惹怒了天道？陛下，太庙异象关乎国体，臣身为皇族，恳请陛下彻查此事，以安先帝之灵。反常必有妖，他主动请缨，就是想拿回调查的主动权。皇叔既然如此上心，此事便交由三司，皇叔从旁协助。对劲，密信刚烧，他就搞出太庙血裂，这动静太大了。如果只是转移视线，他不需要主动请查，他越主动，说明他早就铺好了后路。王爷，在秦家祠堂的暗格里搜出了这个。放肆！谁敢在秦家祖祠放这种污秽之物？这是栽赃！本王也不愿相信，但神像器械、木人藏尸之人证物证俱在，带走吧。围魏救赵，他不仅要断了查密信的线索，还要借机拔掉秦家。这局太急，急就一定有破绽。陛下，看守太庙的工人已经招认，是收了秦府管家的银子，才在神像上动手脚。木人也是从秦府搜出，铁证如山。秦家拥兵自重，竟敢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，理应满门抄斩。如果萧景渊硬保秦家，就是偏私，会尽失朝臣之心；如果退让，秦家一倒，萧景渊就成了孤家寡人，真毒啊！陛下，朝堂重地，岂容黎奴乱来？萧景渊，闻那个味道。这是伽罗坛之油，那又如何？秦家世代武将，祠堂只供奉清香，而这种极品的伽罗檀香油，只有京中几大百年古刹才用得起。陛下，这供词也有猫腻。工人说初五夜里收的银子，但初五大雨，京中宵禁，秦府管家当夜竟因急症请了太医，太医院留有脉案，他如何能分身去给工人送钱？大理寺卿，你屈打成招，伪造供词，意图构陷朝廷重臣，该当何罪？陛下，臣是一时糊涂。大理寺卿革职查办，秦将军无罪释放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名侦探柯猫啊！今天在朝堂上，你就不怕我什么都查不出来？不怕。这么信任我？朕不信天命，不信百官，只信你。阿月，从前朕觉得这皇位是座冰窟，坐得越高越觉得寒冷，但现在朕想把这天下最好的一切都捧到你面前。朕想与你并肩，不知今夜，不知此生，做朕的妻子，好不好？我也想啊，可我这具身体残毒未清，魂魄不稳，哪天突然断线了，他该怎么办？你不愿意？我愿意，
不过本姑娘的要求可是很高的，你得先活着把这江山坐稳了。要是让靖王抢了水晶，我可不跟你去讨饭。好，朕答应你，这天下还有朕的命都是你的。陛下，血泊莲既失，唯有一物可作替代。何物？回魂砂。此物宫中无记载，只在西南巫医一脉中偶有流传。西南，陛下，西南近日屡报流民作乱，似有叛乱苗头。此时去西南寻药，无异于探虎穴。辽民作乱，必有关闭。西南是晋王昔日治军的粮饷重点，这叛乱来得太巧了。朕决定借微服南下寻药之名，亲自去探探这西南的底。陛下不可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。朕心意已决，朝中由张御史与秦战替朕坐镇，若有异动，杀无赦。我要去。不行，回魂砂是治我的药，西南局势复杂，我在你身边能帮你出主意。西南现在是火药桶，随时会炸，你魂魄不稳，受不起颠簸。我留在这里天天担惊受怕，魂魄就能稳了。萧景渊，我不是只能躲在乾清宫里的摆件。朕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阿月，朕可以拿江山去赌，但绝不拿你的命去赌。你这是独裁，暴君本性。随你怎么骂。来人，守住乾清宫，没有朕的旨意，秦美人半步不得外出。你以为关得住人就能关得住一只猫吗？天真。Surprise！ 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停车，送他回京。别啊，我都颠了一路了，现在回去我命都没了半条。继续走。别生气嘛，你看我还能给你放哨探路，多划算啊！朕缺一只猫放哨，可你缺我呀。下不为例，回宫。回宫干什么？秦美人伴驾出行。不对劲啊！逃荒的灾民怎么可能这么有组织纪律？还有几个带头的，腰间居然藏着刀。这哪里是逃荒？这分明是去山寨集合入伙。有人在西南招兵买马，好一个流民作乱，那朕就去会晤。西南这地方还真是天高皇帝远，流民都被逼到这份上了，城门居然死锁着不放人。回去。官府断了我们的活路，盐买不起，药吃不起，过个路还要抽30%税，横竖都是死，不如反了。不对劲，真正快饿死的灾民连走路都打晃，哪来这么足的公气喊口号？那几个带头的虎口全是有老茧的，握刀姿势比正规军还标准。朕看到了，浑水摸鱼，想逼民造反。大军在此，谁敢上前一步，杀无赦！他们是朝廷的走狗，大家一起上啊！拿下带头的，其余百姓退后不杀。盐税、药税、路税，这反派真是产业链做的挺全，盐、药、粮、兵一个都没落下。靖王这是想把西南榨干了，给他造反铺路啊！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封路不封城，刘一可在城外安营，朝廷施粥，查税不杀民，谁有冤屈，朕亲自来听。陛下息怒啊，臣也是逼不得已，是那些刁民先反的，他们聚集山林，打砸抢烧，臣为了保全城池，这才下令闭门，加派税部筹措军饷啊！满嘴跑火车，流民连饭都没得吃，拿什么打砸抢烧？分明是你跟豪强勾结，把老百姓往死里逼。刁民先反，朕在城外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，严刑拷打之下，他们已经招了，
他们是拿了城中商号的银子，故意混在辽民里煽动暴乱。陛下，臣不知情啊！你不知情？你身为一地父母官，盐税涨了3倍，药行垄断救命药，连城外的路税都被当地豪强把持，你瞎了吗？陛下饶命！来人，在，即刻封锁府衙，命人暗查城中盐号、药行、粮仓这3条账线。朕倒要看看这西南的民脂民膏，最后都流进了京城哪位大人物的口袋里。是。西南这民怨比想象中还深啊！随行太医就在这里搭棚子，挂上牌子，朝廷议诊，分文不取。乡亲们，陛下有旨，即日起暂缓西南所有盐税，城中药铺必须公开药价，绝不允许任何人趁火打劫。盐税暂缓，生病的过来领药。掌柜的，求求您行行好，试一贴退烧药吧，我当牛做马报答您。滚！没钱吃什么药？这可是名贵药材，赊给你，你拿命还吗？他的药钱我付了，太医给这孩子看病。哪来的黄毛丫头，敢管回春堂的闲事？买你的退烧药。我倒要看看，什么名贵药材敢卖出天价！太医验药，岂有此理！这柴胡是发霉的，黄芩是以次充好，甚至还掺了树皮。这等劣药吃下去，不仅退不了烧，还会要了人命。你胡说！我们回春堂可是100年老字号，背后可是有京城贵人撑腰的。贵人，来人，给我搜，把他们的进货账本全翻出来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药材源头走的是京城龙玉商号的线，他们勾结知府，垄断药材，用劣药冒充救命药，榨干你们的血汗。原来是他们害了我们！朝廷真的是来救我们的，这位姑娘心善如活菩萨，这是神仙娘娘下凡来救苦救难了。神仙娘娘，我刚辛辛苦苦洗掉妖妃的身份，你们这就给我换菜到成半仙了，这职业跨度是不是有点大？传朕旨意，查封城中3家哄抬药价以次充好的药铺，掌柜及涉事人员全部下狱严审。萧景渊这小兔崽子，居然真的稳住了西南的局势。盐和药的线一旦被彻底查清，本王在西南的根基就全毁了。王爷，属下已在西南山道设下埋伏。记住，穿上流民的衣裳，就算杀不了他，也要让他死在乱民手中，让他背上激起民变的千古骂名。昏君，还我们活路！萧景渊，不对，什么？大家小心，他们不是流民，看他们的鞋子，那是军营制式靴纹，真正的流民连草鞋都穿不起，怎么可能人脚一双军靴？杀，一个不留！杀了那个女人！撤！萧景渊，你怎么样？阿月，别怕。萧景阳，不许死！你听见没有？你这个暴君，你不是命很大吗？我好不容易才喜欢上你，你凭什么丢下我？毒一姐死不了，倒是你这女娃娃有意思。我？哼，非人非鬼，命悬一线。你借了一只猫的命，暂存人魂。白天为猫，夜里做人，
这等奇缘，本屋还是头一回见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救你命的人，不就是为了他吗？回魂砂，你可以复活了。东西我有，但老祖得把话说清楚。这回魂砂只能帮你魂魄彻底归位，不能让你继续在人与猫之间随意切换。一旦失术，你必须把魂魄从那只白猫体内彻底抽离，回到你自己的人身。彻底抽离？那我的猫外挂岂不是没了？不对，我是舍不得这小家伙，还是舍不得那段只能缩在萧景渊怀里肆无忌惮吐槽的日子？陛下，京城有来信。国师看过了西南星象，说你近日大喜大悲，魂魄已至临界点，若不尽快施术，恐有魂飞魄散之虞。如果我抽离了，小白会死吗？各安天命，他本该早夭，是你借命强留了他。魂魄撕裂之痛，犹如万箭穿心。女娃娃，你可想好了？好，随我来。天地无极，阴阳界法归。书存字已是什么？竟设个游牧村县做法。这感觉简直像是不打麻药硬拔竹石，还是全身的。阿玉，阵法已起，谁也不能动，动则一人一猫当场灰飞烟灭。阿玉，你醒醒！萧景渊，你抱得太紧了，我要喘不过气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不仅活下来了，我好像还卡了天道的 bug。惊不惊喜？这叫两卡双待，自由切换，猫外挂永久保留。小白，你还活着？这小畜生沾了你的灵气，硬是把命续上了。不过从今往后，它只是一只普通的猫。谢谢你啊，小白，谢谢你陪着我，让我活下来。也谢谢你来到朕的身边。陛下，吻魂之后，我看账本的眼睛都不花了。那秦美人看出了什么端倪？盐号、药行，甚至西南的铁矿场。这3条线的资金流向全部汇入了一叫通宝会的钱庄，而这个钱庄的幕后东家是京城的靖王旧部，简直是国之蛀虫。盐税暴涨用于养私兵，药材垄断用于控制民命。这是要在西南割据称王啊！传朕旨意，准备收网。胁从百姓，一律赦免；贪官豪强，抄没家产，冲入府库，赈济灾民；涉嫌谋逆者，押送回京，严审。陛下万岁！陛下圣明！恭送钦差大人。阿月，朕以前以为让天下人怕朕，朕的皇位就稳了。
现在才明白，帝王得民心，不靠杀人，而靠让人活。暴君毕业了，明君可以正式上岗了。800里加急，京城急报！陛下，秦将军密信，太后疾病，急召各地宗室入宫侍禀。病危？前几天还在后宫大杀四方，现在病危，这哪里是士兵，这是逼宫试探。他们想趁朕不在，逼朕立储，或者直接分权。靖王这只老狐狸终于按耐不住了。西南的局被你破了，血泊连没毒死你，他急了。传令，抛下辎重，轻骑日夜兼程，火速回京。这老妖婆趁我们在外面打野，她居然偷家！站住！京城戒严，无靖王手令，不得入内。靖王的手令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谁的京城？陛下久离京畿，流连西南，实乃荒唐。不仅如此，还独宠那个来历不明的秦美人。如今太后病重，他竟也不在床前尽孝。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既然陛下无心朝政，宗室理当宗室理当如何？替朕接管这江山吗？皇侄啊，各位叔伯也是为了萧氏江山着想，你若是不听劝，恐伤了宗室的心呐！伤了宗室的心。大型职场道德绑架现场，只可惜现在的皇帝不吃你们画的饼了。诸位老王爷口口声声为了江山，那臣妾斗胆问一句：西南的盐号分成、药行回扣，为何月月都流进了安亲王和平郡王的私账？你们名下的庄田商后早已沦为靖王养私兵的钱庄，你们是来辅政的，还是来替谋逆者逼宫的？你一个后宫女子，竟敢血口喷人！陛下，你宠妃乱政，不负太后，眼中可还有我们这些宗室长辈？长辈？北境大旱灾民一子而食时，你们这些长辈在王府里听戏；朕在西南查贪官平叛乱，险些被毒箭穿心时，你们这些长辈在京城里谋划如何分朕的区域。你放肆！放肆的是你们！传朕旨意，两位王爷年事已高，老眼昏花，即日起剥夺议政资格，闭门思过。没有朕的许准，终生不得踏出王府半步。走，走啊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逆臣！太帅了，这就叫主动出击的帝王压迫感。暴君这波操作，我给满分。母后这病看来是不治而愈了，那咱们就好好算算账。你翅膀硬了，连宗室都敢动。比起母后和皇叔动辄要人命的手段，朕这只是小惩大器。你以为你斗得过哀家和靖王？你忘了是谁把你从冷宫那个鬼地方捞出来扶上皇位的？哀家控制朝政，杀那些挡路的人，还不是为了稳固你的江山？哀家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朕好的人，不会从小给朕用乱人心智的毒香；为朕好的人，不会纵容假刺客杀朕，不会劫杀朕的救命药，更不会勾结野心勃勃的皇叔，觊觎朕的江山。你什么都知道了？母后，你真以为朕还是当年那个任你摆布的傀儡吗？你这匹养不熟的狼，哀家早就该杀了你！太后娘娘，反派死于话多，也死于不肯认输。时代变了，您的剧本该杀青了。来人太后需要敬礼，封死慈宁宫，连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。是。太后解决了，还剩最后一个大 boss。不急。陛下，按衙传回确切情报，靖王在城外庄子、东山费市以及北方那处大铁矿3处私藏兵器，豢养私兵，人数恐有3万之众。铁矿原本是国之重器，竟被他私自开采锻造兵甲。陛下，臣请即刻调集禁军，围剿这3处据点。舅舅，你亲率2万禁军，今夜3路齐发，朕要一举将这群乱臣贼子斩草除根。等等，不可贸然动兵。陛下，靖王经营10几年，根深蒂固，他现在最不怕的就是你派兵去查，因为兵荒马乱之极，他正好有借口起兵清君侧。阿月，你的意思是？打蛇打7寸，
3万私兵每天要吃多少粮，发多少饷？兵器可以藏，但后勤藏不住。我们要先剪他的羽翼，再斩他的主干。秦美人所言极是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若断了他们的补给，私兵不攻自破。皇帝已经查到了西南矿场，私兵的事瞒不住了。你即刻从密诏出宫，告诉靖王，必须提前动手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们亡。陛下，臣借赈灾合帐之名，已查抄京中3家最大粮商2家盐号以及龙玉药材总行。这几家商后表面的东家各不相同，但暗账互相牵连，最终的资金流向全部汇入了靖王府在城外的私庄。钱粮是兵马的血脉，他把整个西南的民脂民膏抽干，就是为了养他城外的那些私兵。资本的铁拳终于砸向了封建反派，断了资金链，我看靖王拿什么发工资？陛下，臣已按您的吩咐，将京郊大营的几处关键防将领暗中替换成了咱们暗压的人。臣也扣住了兵部部分空白调令，压在御史台。靖王若想走明路调兵，一张纸都拿不到。好，朕倒要看看皇叔这出戏还能怎么唱。3家粮商被抄，兵部调令被压，萧景渊这是要釜底抽薪啊！王爷，朝廷步步紧逼，咱们城外的私兵快断粮了，若是再等下去，军心必散。既然他不给本王留活路，那就别怪本王提前送他上路。王爷的意思是，传令下去，化整为零，暗中将私兵向丘烈围场转移。等到了丘烈那日，本王要让那围场变成他的坟场。这些商号的往来信件写得太隐晦了，全是用黑话。这封信的材质和别的账单不一样，像是军中用的防水禁纸。丘烈，兵符。丘烈就在下个月，他等不及了，想在猎场动手。养兵千日，用猫1时，暴君的暗卫进不来，只能靠本喵这无敌前行外挂了。果然有东西。这是丘烈场外围的布防图，上面标记的红点全是防守的死角。丘烈之时，皇上会带文武百官前往西山，那里地形封闭，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可是京畿大营兵力众多，咱们那5000私兵，本王手里还有先帝留下的半枚副兵符，凭此物可直接调动西山大营的3万旧部。丘烈之日，便是萧景渊的死期。我去，副兵符，这老登居然还藏着这种大杀器，这情报太值钱了。有动静！完了完了，我林月一世英名，难道要命丧狗口？丘烈不能去，他有副兵符，那可是3万大军，你这就是去送人头啊！当年先帝确实制过2枚兵符，一枚主符，一枚副符。副符只认旧将，不认新令。靖王的计划很明显了，他准备在丘烈场利用防守死角制造刺杀，造成混乱，然后以护驾为名调动他的私兵中退位。他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这猎场就是个陷阱。陷阱又如何？总要有个了断，朕不能永远等他先出手。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？他既然搭好了戏台，朕若是不去，岂不是辜负了皇叔的一番苦心？防费如此松散，萧景渊，你今日插翅难逃。老狐狸，你以为你是猎人，其实你已经进笼子了。秦将军已经悄悄接管了猎场外围50里的驻防，张御史彻底锁死了兵部的调令，京兆府尹暗中封锁了城门。现在猎场就是一个巨大的瓮。辛苦你了，阿月。我利用他副兵符只能调旧队的弱点，仿造了他的字迹和印信。发给东路私兵的集结时间是子时，发给西路的则是丑时。我要让他这2路人马硬生生错开1个时辰的包围圈。时辰已到，放信号。陛下，营中有刺客作乱，臣听闻有妖妃惑主，引来祸患，
臣今日特来清君侧，护驾保全。靖王，你带着这么多人包围御营，莫不是要造反？靖王乃是护驾，谁敢阻拦，便是与刺客同罪。皇叔这句清君侧，喊的可真是时候。只是不知你要清的是朕身边的刺客，还是朕这个碍眼的皇帝？陛下受妖人蒙蔽，臣只能出此下策。好一个出此下策！张爱卿，念。经查明，靖王暗中勾结西南沿号药行私吞矿场，更与北境私自豢养兵马。此乃查抄的来往密信，与军饷账册，桩桩件件，铁证如山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禁军听令，即刻接管御营，让乱臣贼子拿下。慢着，大家看清楚，他手里那块副兵符根本没有先帝定下的九龙暗纹，那只能调动他自己的旧部，根本调不了禁军。跟我玩信息差，老娘在现代看过的权谋剧比你吃过的米都多。放假调令，告诉东路司兵去南山集结，南路司兵去东陵护驾，让他们错开时间，自相踩踏。遵命。营赵府尹以封死入京要道，靖王逆贼，还不束手就擒？好得很！那今日便看看这江山究竟是谁能坐得住！给我杀！那朕今日就亲自清理门户。不好了，陛下中箭昏迷了！陛下驾崩了，快逃啊！打不过就放大消息动摇军心，这老阴狐狸真是把下三滥玩到了极致。都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！陛下正在阵前杀敌，真龙兵符在此，谁敢再造谣乱军心，立斩不赦！你们是堂堂大萧将士，只听皇命，不信流言，随陛下诛杀逆贼，赏万金，封千户。杀逆贼，护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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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，退入北林。给我追！穷寇莫追，密林容易有埋伏，别去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先解羽密，再斩主干。今日不杀他，后患无穷。等朕回来。不对，这不是逃亡求救的信号，这是起兵令。调虎离山，他把所有主力引到猎场，真正的杀招根本不在北林。秦将军，京城，靖王的死事在京城。诸位嫔妃莫慌，猎场生变，林月那个妖妃勾结刺客谋害陛下，罪不可休。太后娘娘说的对，我等这就去封闭后宫，以保后宫安宁。这林月真的是妖妃？自然。来人，去秦美人宫里，把她那些象征名分的册宝文书全部烧毁。今日就彻底坐实了她妖妃的名头。张大人有令，一只飞鸟也不许放出宫门。太后娘娘，这天象您终究是算错了。京中有变，太后和靖王根本就是双局并行，一个假装夺兵吸引注意力，一个趁虚而入夺宫。原来这老狐狸不是在给自己留后路，是在替老妖婆开前门。朕的好皇叔，朕的好母后，为了这皇位，真是不遗余力。秦将军，带主力继续合围北林，一只老鼠也不准放逃。其余轻骑随朕即刻回京。皇帝失德疯癫，残暴不孝，宠信妖妃，致使社稷动荡。哀家今日便替先帝废了他这皇位，以正朝纲。太后娘娘圣明，
天下必然感念太后娘娘恩德。只要盖上这凤印，哀家就还是大萧的太后，谁当皇帝，哀家说了算。母后想废神，不如当着朕的面再念一遍。放肆！你竟敢持剑闯哀家宫中！你眼中还有没有纲常伦理？还有没有哀家这个母亲？朕连九死一生的杀局都闯过了，还怕你这座慈宁宫？柳小姐，急着去哪儿啊？赶着投胎也得排队啊！你这妖妃放开我！我是太后亲侄女，你敢碰我？你放开我！这是你和太后暗中传递消息，勾连内廷死士，伪造我妖妃证据的往来密信。国师和张御史的人早就截获了。你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只会躲在暴君怀里内心土藏的小猫咪吗？拿下！现在的钮祜禄月专治各种绿茶白白花。是哀家做的又如何？萧景渊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若没有哀家，你早就死在那群宗室手里了。你这皇位本就是哀家和靖王替你坐稳的。替朕坐稳，用让朕常年头疼欲裂的毒香，用挑拨朕与舅舅的关系，还是用杀光朕身边所有能信任的人？那是因为你不听话，帝王本就不该有私情。为朕好的人不会给朕下毒，不会杀朕身边之人，更不会一边扶朕登位，一边盼着朕变成一个任人摆布的废人。好啊，你想逼死母亲是吗？你今日若敢废哀家，哀家就血溅当场，让天下人都看看你这个不孝的暴君！传朕旨意，太后凤体该赦，突发疫症，即刻移居寿安宫静养。无朕旨意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违令者斩。萧景渊，你以为关了哀家你就赢了吗？靖王手里还有一样能要了你命的东西！陛下，猎场大营传来消息，靖王纠集死士突围，逃往京郊东山废庙。他挟持了多位宗室子弟和张大人的嫡子，还扬言手里有先帝遗诏。庶子敢耳！遗诏？他若是真有这种好东西，怎么忍到今日才拿出来？很简单啊，如果这诏书是真的，说明他以前不敢用；如果是假的，说明他现在急了。为何以前不敢？以前你在这个朝堂上，就像个随时会发疯、随时会短命的傀儡皇帝。靖王躲在幕后操纵你，稳赚不亏，何必冒着谋逆的风险拿遗诏？可现在你把他的基本盘全掀了，这老狐狸创业失败，能掏假公章、狗急抛墙了。陛下，当年先帝大行，贫道确在榻前，那遗诏的草内被太后与靖王死死封锁，贫道只瞥见一角，是真是假，需贫道亲眼一验。好，备马，朕亲自去会会朕的这位好皇叔。我也去。胡闹，那是亡命之徒的困兽之斗，你去做什么？你以前替我挡过剑，这次轮也轮到我看着你，我可是你的锦鲤，没有压阵我不放心。萧景渊，你终于来了！皇叔，大势已去，放了他们，朕留你全尸。皇叔，你要干什么？萧景渊，你敢不敢当着列祖列宗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听完先帝的这道绝笔诏书？陛下，朕问心无愧，有何不敢？太子景渊
性情暴虐，德行有亏。若登大宝后，难堪大任，由靖王萧铎摄政监国，待宗室另择贤君。什么？先帝竟真留了废帝之诏？大叔，你编剧本也讲点基本逻辑好吧？你一个妖女懂什么？这是先帝的玉玺印记。既然先帝觉得陛下暴虐，为什么还要把皇位传给他？这分明是个备用罢免条款，绝不是什么传位诏书。况且，靖王殿下，可否容贫道一观？这玉玺不假，纸张不假，但这摄政监国，另择贤君8个字，墨色浮于暗文之上，笔锋虚浮，乃是近年新添的篡改之笔。妖道，分明是被萧景渊收买了，再次指鹿为马！火油漏了，他要点火！既然你们都不肯信本王，既然这天下不归我，那就一起给本王陪葬吧！点火！出去！我不走，萧景轩，你别想又一个人去扛这烂摊子。林月，暴君，抓紧我！想跑？找到了，全都在这里。皇叔，你的路走到头了。景渊啊，景渊，你看看这些墙上的字，你以为先帝是个任由我和太后摆布的老糊涂吗？这些信，先帝原来早就知道太后和靖王有私情，也知道自己被下了慢性毒药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但他怕死，怕本王夺权，更怕你撑不起这大萧河山，所以他留了一堆互相制衡的密旨，把本王、太后还有你全算计在内。那遗诏，没错，字是本王添的。你父皇死的比他自己预想的快多了，因为那最后一碗催命的汤药是本王亲手端给他的。你以为你这些年为什么活得像条疯狗？因为从你登基那天起，你就是本王养在龙椅上的一把刀，好用就留着，不好用就折了。你这一生不过是个没人疼、没人爱的笑话。萧景渊，别听这老王八蛋 PUA 你。阿月，让开！不让，他现在就盼着你失控，盼着你发疯，变成别人嘴里的暴君。你是大萧的 CEO， 别被一个破产的跳梁小宠搞崩了心态。好一副主仆情深，既然你不肯发疯，那就做一对同命鸳鸯吧。完了，这回真要被射成刺猬了。小心！别怕，有我。萧景渊，你这身武功是本王教的，你防不住我。发作呀！你平日里不是像疯狗一样拔剑就杀人吗？看着你最在乎的女人死在你面前，你还不疯吗？暴君，不惜看着我，别让他决定你变成什么样的人。你不是他手里杀人的刀，你是大萧的皇帝。皇叔，朕的江山你拿不走，朕的心智你更控不住。你赢了，你杀了我，天下人还是会骂你薄情寡恩，连亲叔叔都不放过。你只是乱臣贼子。走。
下万岁！叛军已尽数伏诛，人质皆已救出。国师已将那份篡改的诏书连同靖王的案账一同封存，铁证如山，天下悠悠众口，绝不敢再非议陛下半分。主线任务终于打通关了，这狗血权谋剧可算杀青了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太后在寿安宫挂了白绫，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。太后说，若陛下不去见她最后一面，她就当众自尽，让全天下都知道是陛下逼死了母亲。走，我陪你去。你还知道来？你非要逼死哀家才甘心吗？母后若真想死，这白绫早就勒紧了。何必等朕来？哀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哀家是想帮你坐稳皇位，不想让你像你父皇那样被群臣拿捏。你为什么就是不懂？为了朕，母后，你从来不是在护朕，你护的是你自己手里的权。是，哀家就是舍不得这权利。哀家一开始的确想扶持你。可后来哀家发现，一个精明能干的皇帝哪里比得过一个随时会发疯、离不开哀家、恨哀家又怕哀家的傀儡好用？哀家，好家伙，教科书级别的 NPD 控制狂，把亲儿子当成夺权工具，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你今日若不肯恢复哀家的尊号，哀家就死在这儿。哀家倒要看看你这辈子能不能安心。传朕旨意，太后德行有亏，即日起废除太后尊号，迁居皇陵别院。什么？终生幽禁，不许反宫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母后，死太容易了。你既然那么喜欢权势，朕就让你看着朕如何开创大萧的太平盛世，而你什么都抓不住。你不能这样对哀家，我是你母亲，萧景渊。阿月，朕是不是很可笑？众叛亲离，连太后都视朕如仇寇。不是，是因为你是个良善之人，所以那些阴沟里的恶才容不下你。萧景渊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陛下遇刺力竭，虽无性命之忧，但沉疴发作，必须卧床静养。你醒了，正好，喝药。药苦，那你就一口闷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朕是伤患。哦，然后呢？伤患需要好。不是，这还是那个动不动拔剑砍人的暴君吗？平定天下之后，这人怎么把技能点全舔在撒娇耍赖上了？张嘴啊！行了，你乖乖睡觉，我回偏房了。张御史他们明天还要拿一堆折子来烦你呢。阿月，别走，陪着朕。陛下这是做什么？以前你抱着猫睡的时候可没这么粘人。哦，那只猫不也是你？那不一样。是谁天天在朕耳边骂朕暴君？是谁说朕缺爱好哄，还老被母后骗？又是谁钻进朕怀里，心里却念叨着还是暴君怀里最安全？你不是只能听见剧情吗？这你也能听见？自然。朕最喜欢听的就是阿月那些只敢偷偷说给朕听的话。阿月，还像小猫似的陪着朕，同朕撒娇好不好？你闭嘴，别乱说，我才没撒娇。阿月，江山朕守住了，这一次，朕想清醒地问你，愿不愿意留在朕身边，陪朕看着大萧的太平盛世？那我可先说好，
我留在你身边，不是因为你是皇帝，是因为你这个暴君，离了我真不行。朕认。陛下，你现在怎么越来越粘人了？张毅是昨天还在宫外跳脚，说你批折子的速度变慢了。从前朕有江山要抢，如今江山稳了，当然该抢你了。